大家好，我是龚明明，又见面了。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。上期说了用 Moji 来实现 MBS 的尝试，其中遇到了对应点不均匀的问题，所以就想能不能用 Delighting 去掉光照。这里的思路是 MBS 里的点云加密，靠的是在不同视角下搜索对应的 patch， 找到了就认为它是同一个位置的。如果因为光照、阴影之类的影响，是有可能使得两个本来应该能对应起来的 patch 对不上了。所以如果能去掉光照和阴影，能找到的对应点应该会更多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来探索一下现有的一些去掉光照的算法。这些算法还分为几类，有的专注于去掉高光，有的专注于去掉反射，有的专注于去掉阴影，有的能把光照和材质分离。我其实尝试了很多，基本都是这几年顶会的 paper， 然而毕竟只是研究工作，实际效果一般都比 paper 里的差很多。这里先直击结果，看看经过比较之后入围的几个算法，然后再吐槽一下那些没入围的是为什么。之前我说过，测试数据上来就选了个高难度的，因为是金属物体，高光非常显著，所以第一个想法就是只去掉高光。这里选的是 ICCV 2003的 TS-HRNet， 单独试了一下，确实能把图片里的有些高光去掉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它提供了2组预训练的模型和推断代码，实际使用的时候需要选择混合数据的那组。虽然它和 paper 里描述的流程有区别，但结果正确。另一组和 paper 一致，但结果差很多。其实最抓狂的是，这个方法的输入长宽都必须是2的整数次幂，否则会在某一层神经网络上出错。集成到流水线之后做了2个尝试，先是把 Delighting 放在流水线开端，先去掉光照，再去跑整条流水线。结果发现 SFM 本来能在第一张图上找到4100个 feature point， 现在就剩下3000多个，差了很多。然后改成在 mask 生成之后，根据前景物体的 bounding box 切出一块区域去做 Delighting， 合并回原图，给点云加密用。存出去的图就是这么个怪怪的样子，速度倒是很快，30毫秒就能完成。结果发现得到的点云比原图的多 1% 的点，原先还以为是误差而已，试了多次都是 1% 左右，说明确实能变好，但就好那么一点点。会不会只去高光不够？那就试试更狠的。下一个是 CVPR 2022的 PyNet， 它做的是 Intrinsic Image Decomposition， 也就是把一张图分解成 albedo、shading 等成分，其中 albedo 就是我们要的。这个方法的输入也是要求长宽都要2的整数次幂，然而它占的显存特别多，即便1024×1024的都要 24G 的显存，得把图片和网络都转成 half 的才能解办。全图的分辨率跑不了，降分辨率跑再拉大，结果噪声和色斑不少。那就不放到 SFM 之前，只放到点云加密前，跑一张图要250毫秒左右，结果得到的点云反而比以前的少了 5%。优点是顶部变好了，比如拉环，原先因为反光完全没有点了，现在可以看到一点。这篇 paper 即便用它里面带的例子，也能看到光照去的不够彻底，树的上下应该是同个 albedo， 它这里却有明显的深浅区别。在其他 paper 拿这篇对比的时候也能看到这个问题。这样还是不够啊，再进一步，用 Talk 2023和2024两篇 paper 组合出来的 Intrinsic Image Decomposition， 被称为 Ordinal， 它的流程比之前那些都复杂很多，分离也彻底很多，各种光照和阴影都分离掉，而且还能处理很高分辨率的输入。但是用在 SFM 之前的话，可能是因为这些光斑的原因，找到的 feature point 同样少了很多，甚至有的视角下会失败，造成流水线无法继续执行。所以还是只能放在点云加密之前。速度倒是很快，处理一张图120毫秒，这下多了 9% 的点，还不错，甚至能看到拉环的形状了。有些视角下可以看到点明显变多。可惜这个工作有专利限制，代码的 license 也仅限于研究，使用需谨慎，而且结果里的对比度下降了很多，看起来发白，缺乏细节。前面那几种方法都是专注于从原图里去掉光照，
再来看不同思路的，从 SIGGRAPH A10 2024的 Stable Normal 发展出来的 Stable Delight， 它用的是 Diffusion 的方法，以原图为约束，通过 ControlNet 的方式生成一个不带光照的新图。它的分辨率有限，如果处理全图的话，结果会特别模糊。同样只能切出来一块区域做 Delighting， 这样虽然能得到比较清晰的结果，但有个问题是，不同视角下颜色差别会比较大。同时，这个方法的速度不但慢，而且不稳定。大小差不多的图，少则3秒多，多则12秒，结果的点云能多 5% 的点，介于前几个之间。但同样也是因为这是 Diffusion 生成的新图，最后的纹理看起来怪怪的。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是，即便只处理一小块图，也必须把分辨率设置到至少2048，才能保证细节不会乱掉。既然如此，那再来试试 SIGGRAPH 2024上的 RGB2X。这篇可以分成2步，从图片分解出各种材质系数，以及从那些材质系数合成新的图片。我们就用它的第一步，它也是用 Diffusion 的路子生成 Albedo、Normal、Roughness、Metallic 以及 Irradiance。这里也有个处理分辨率的概念，但是更 tricky， 只有默认的1000工作的最好，更大或者更小都会变差，也有可能和迭代次数有关。然而可以看到其实分解的并不好，顶部细节全都没有了，整体也存在色偏的情况。处理一张图需要5到6秒，点云还少了 13%， 尤其是顶部，实在没法用。如果你觉得这些都有不足之处，那来看看甚至没有入围的算法。这些只做了单独的测试，没有集成到系统里整体测试。一个叫 Specularity Removal， 是个传统路线，不用神经网络。问题是，不但一张图要跑几分钟，结果里还充满了 inpainting 的填充像素，一片混乱。另一个也叫 Specularity Removal， 号称能用多帧信息去掉高光，听起来像是我们要的嘛，我们就是有多帧。这也是传统的路线，跑一次要几十分钟也就罢了。这结果是什么情况？多帧叠在一起了，看来只支持相机固定物体移动的情况。再来一个叫 SHIQ 的 paper，CVPR 2021的，和前面提到的 TSHRNet 是同样的作者。试了半天发现，它依赖于2个编译好的 SO， 没有源代码，这就是典型的假开源啊，没法测试。最后是 TMM 2021上的 SpecularityNet， 它的代码不修改不能用。主要是因为当年的第三方库已经和现在的版本不兼容了，折腾出来可以运行了，发现它没有提供预训练的模型，那就不值得继续试了，浪费时间而已。当然，还有一个 SIGGRAPH 2024上的 Intrinsic Diffusion， 代码没有放出来，从网页上看结果不错，但没法拿自己的图去试。只是我怀疑用 Diffusion 的 Delighting 还会有速度慢和模糊的问题，同作者的 CRefNet 倒是可以试。但结果特别奇怪，还试了 ECCV 2018的 Unsupervised Learning Intrinsic Images， 其中有一些 C++ 代码只支持 Linux， 不经过一番移植也没法用，还有一些老 paper 只有 MATLAB 代码的 paper， 直接就没有试的打算了。总的来说，这次提到的这些基本都是 research code， 非常不成熟。不是啊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啊。新一点的 paper 还好，有提供 Hugging Face 上的 demo， 肯定要处理好运行问题，但前几年的 paper 就不行了。而且很多时候代码不是为了让人用，而仅仅是用来产生 paper 的数据而已，必须自己做一些修改才能用起来。经过这一系列的尝试，我暂时选了这个方法，它的结果是几个里面最好的，同时速度也比较快。未来有了更好的方法出来，肯定会需要把它换掉，以免遇到专利问题。Delighting 的问题暂时解决了，下一期就能来看看如何把它和 Moji 配合使用。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